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要来分享一下3pin 的这种翘板开关要如何连接。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在之前的影片呢，有跟各位分享过这种翘板开关或者有些人会叫它船形开关，那也可以叫它中继开关。不过你如果在网络上面搜索要购买的话，可能打翘板开关就是跷板的翘板，或者船形开关会比较容易找得到。那这一种白色的呢，可能打中继开关呢，会比较容易搜索得到。那我们在上一个影片中呢，主要是跟各位分享这个4pin 的这种翘板开关要如何连接。因为有网友想要知道3pin 的翘板开关怎么接，3pin 的部分我们在上一个影片里面没有特别说，那我们就另外再拍一个影片来补充一下。影片开始之前呢，请各位朋友呢不要吝啬先帮我按个赞像我这种艺人团队其实也蛮辛苦的，所以现在赶快帮我按一个赞，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这种开关呢，其实还蛮好用的。我的话呢，就会自制了一些像这样子的像类似延长线，然后后面会接3个插头，或者你接一块那个插线板，那你这个开关你就可以控制这些装置。比如说像我有在养鱼的话，我就可以用一个开关，然后同时控制，比如说我的电灯或者跟我的气泡机或者其他装置要同时间断电或同时间开启，那我们都可以使用这种开关制作一个像这样子的，就蛮方便的。那成本也蛮低廉的，这样子一整组加起来应该是不用100块。这一种的接法我们打开来看一下它基本上就是跟4pin 的接法一样。如果有朋友想要了解4pin 的接法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下方的资讯栏直接点就可以或者在片尾的地方我都会放上连结。像这一个很明显，这一种3只脚，这个就是3pin 的接法。像这一种它是单纯是只有开关没有盒子，那这一种呢它有附盒子给你。这一种开关呢它有3pin 的就像这样3只脚的那它也有4pin 的。各位可以看一下，右手边呢这个就是4pin 的，左手边这个就是3pin 的。一般我会建议各位如果要买的时候呢，你就直接选4pin 的这种比较好接，理解上比较没有那么困难。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告诉各位，像这种3pin 的我们要如何连接。开关呢一般就是控制2只脚的通电跟断电那既然这边是有3只脚，那一定是有其中2只脚呢会因为这个开关的关闭或者打开形成通电或者断电的状态。那我们就必须要先找到这个开关是控制哪2只脚。我们可以用3用电表来做测量。3用电表我们先转到欧姆档这个风鸣档的部分。我们现在先把开关切到这个 off 的地方，这个上面呢是有写编号，从左到右呢它的编号是写1、2、3，可能每一个厂商出来可能编号的方式或者是编号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尽量不要以这个编号为准，我们最好还是用电表做测量之后我们再来做连接。我在这个上面贴上标签，然后标注1、2、3，等一下讲解的时候会比较方便。对了，这边要提醒一下各位，如果各位在买这种翘板开关的话，如果是这种带灯的款式，一定要注意你使用的电压是不是跟这个开关上面的灯是符合的。比如说你买的是交流电 AC 的款式的话，它就有分110伏、220伏以及110跟220都能用的款式。如果你买的款式它那个灯呢是支援220伏的，那结果你是用在110伏的电上面的话，那个灯有可能会不会亮。那如果你用的电压过大的话呢，也有可能导致这个灯泡会烧毁。如果你是使用直流电 DC 的话，因为 DC 有可能有什么5伏的、12伏的，买错的话有可能会造成灯泡的烧毁或者灯泡不亮哦。接下来我们首先要找出这个开关控制的是哪2只脚的通电跟断电，我们就使用3用电表
我们先把开关切到关的部分，我们先量第一只脚跟第二只脚，它是断电的，所以是不通的。那我们再量第一只脚跟第三只脚，它也是不通的。我们再量第二只脚，跟第三只脚，它也是不通的。所以在断电的状态，这三只脚都是不通电，互不通电的。我们现在把这个开关切到开的部分，那我们再来量测一下。先量第一只脚跟第二只脚，听到哔哔的声音，表示第一只脚跟第二只脚变成通电。那第一只脚跟第三只脚还是不通电的。我们再量一下第二只脚跟第三只脚，它也是不通电的。所以在开的状态，只有第一只脚跟第二只脚是通电，就表示说这个开关呢，其实是控制第一只脚跟第二只脚的通电跟断电。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的电源就像这样子插头嘛，我们就会插到墙壁，把电接到这个开关上面。交流电110伏的话呢，就是带电的一条线以及中性线，所以这两条线呢，绝对不会是连接1跟2，因为如果连接1跟2的话，你开关一开，这个电线马上就短路了，就会爆炸，很危险。所以我们找到它控制的是1、2，所以它一定是连接1跟3，或者2跟3。那至于1、3跟2、3会有什么不一样？应该是这个灯的模式会有所不同。第一种模式呢，是开关开下去，电灯才会亮。那另外一种模式呢，就是不管电灯是关的或者是开的，就是永远都是亮的。开关开的时候灯才亮呢，就是可以很明显告诉你说，我现在这个开关，它目前的状态是开或者是关着。那如果开关这个灯很亮的话呢，有的时候会用在一些，比如说你这个开关要放在那种很暗的地方，那你想要很快的知道你的开关的位置，那你就可以使用第二种模式，让这个开关的灯呢永远亮着。比如说在仓库里面或者衣柜里面黑黑的，你会找不到开关，那你看到开关的灯在那边，你就很明显的可以找到开关。因为接法的不一样，就可以做到这两种不同的模式。那等一下会把两种都试一试给各位看一下。我们第一种接法，左手边这边就是我们的电源，右手边我这边是做了一个插座，等一下我会接上一个电灯。好，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第一种接法呢，就是插头接电源的部分就是接1跟3。那我们的负载就是我们的电器，我这一次是接到电灯，电灯的部分就是接2跟3。概念就是这样子，电进到这个1的部分，然后透过开关来控制它通电或者断电。通电的时候呢，就会到2的话呢，电就会通到电灯去，然后再从中性线回来3，然后3的话一样，这个3回到这个中性线的插头这边，然后回到我们插座跟电箱去，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回路。在测试之前呢，我还是要拿绝缘胶带把这边稍微先包一下，免得发生危险。我现在已经把3号呢包起来，那这只是为了做测试，平常不能这样子，平常是每根都要包起来。当然现在目前开关是关闭的，打开有没有看到这个电灯它就亮起来，然后关起来，然后电灯就熄掉。开关的灯的部分我打开，它这个电灯的这个灯，这样应该会比较清楚，灯泡有亮起来。这个关掉的话，这个灯泡就熄掉了。所以这就是第一种模式。那我们等一下来试一下第二种模式。第二种模式，我们就是把电接2、3，然后电灯接1、3，就等于1跟2目前的接线把它相反过来。我现在已经把左边来的这个电呢接到2跟3，然后电灯的部分呢，我们就接1跟3。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现在这个电灯它是亮着的，虽然是关闭的状态但是它的灯呢是亮着。那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开关，打开有没有我们的台灯就亮了起来。亮起来的时候，这个开关的这个灯泡呢也是亮着。我们再把这个开关关掉，
这个灯泡还是亮着。所以第二种接法就是让这个开关的这个灯泡常亮。好，最后总结一下，我们先用三用电表找出来这个开关控制的是哪两只脚。像这个开关控制的是1号跟2号的脚，左边来的这个插座的电就是一定是要接13或者23，会导致这个开关的灯泡亮起的模式会有所不同。如果你要开关开的时候才亮的话，电就要接13，然后负载接23。如果你要灯泡常亮的话，电就要接23，负载也就是台灯要接13。这个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个赞，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我们下次见，拜拜。